铲屎官将一根毛线绑在小猫的脖子上，希望用这种办法来跟踪它的位置。可没想到猫咪的反跟踪意识超强，把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，甚至就连定位器这样的高科技都被它轻松破解。那大家为什么对一只猫咪的行踪这么上心呢？原来是铲屎官怀疑猫咪出轨了。他家一共养了4只小猫，有这只叫阿强的公猫，还有他的妻子阿珍和他们的2个孩子。原本这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和睦家庭，可就在最近，阿强的行为十分异常，每天深夜都会准时趴在大门前抓挠，然后推开门就急匆匆跑了出去。当女主发现想要阻止时，阿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为此，女主晚上都不敢锁门，还要站在大门口等他回来。好在阿强从不彻夜不归，但每次回来，女主发现他都是萎靡不振的，就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。到家之后，立刻就找东西狼吞虎咽吃了起来，感觉身体就像被掏空一样。他究竟干了什么事会如此的劳累呢？吃饱喝足后就躺在地上1秒入睡，种种迹象表明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就连他的妻子也发现了丈夫的异常，这天晚上直接堵住了阿强的去路，恶狠狠地朝着丈夫哈气，仿佛在说你敢出去和小野猫鬼混就死定了。可即便阿强已经被吓得腿都快软了，但他还是蹑手蹑脚选择了离开。究竟是多美的小母猫能迷得阿强神魂颠倒？女主为了这个小家庭的幸福，决定跟踪阿强一探究竟。由于自己是做服装加工的，家里最多的就是一圈圈的丝线，于是女主决定将线的一头绑在阿强身上，然后顺着线用来追踪他的行踪。可事情会如女主想象的那么顺利吗？很快到了深夜，阿强准时准点出门，等他走远一些后，女主便开始收线计划。或许是因为线太细的缘故，才刚刚收了10几米就已经断开，看来这个办法是行不通了。于是第二天，女主花重金买来一个定位器，将它绑在小猫身上来定位坐标。一眨眼又到了深夜，阿强依旧准时出门，定位器显示他一直在附近的小区里四处游荡，最终停在一个地方后一动不动。大家见状，马不停蹄地赶往了这个位置，希望可以当场抓个现行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凉亭下只找到了脱落的定位器，大伙这才反应过来，看来猫咪早就拆穿了人们的阴谋，这么多人居然被一只猫耍得团团转。到家发现阿强早已经回来了，这让女主感觉到智商被猫侮辱了，于是决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。只见她拿出一块布裁剪了几下，再进行了简单的缝合，就这样一件小猫的衣服就做出来了。但这让大家都非常的疑惑不解，难道靠一件普通衣服就能锁定小猫的位置吗？虽然这件衣服表面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其实里面却暗藏乾坤。只见女主拿剪刀给衣服侧面剪了个小口子，原来在里面装满了小米。女主是想通过散落在地面的小米追寻阿强的行动轨迹，果然这个办法出奇的好用。很快女主就顺着小米一路找到了阿强，此时她正和另一只小猫相对而立，可现场这一股剑拔弩张的气氛怎么都不像是和小母猫约会的场景。下一秒2只猫就疯狂扭打在一起，女主赶紧跑过去阻止了这场战斗，但她始终不理解阿强为什么半夜跑出来跟其他猫约架。兽医表示，猫是一种领地意识很强的动物，由于母猫刚生过孩子，情绪比较暴躁，公猫这段时间一般会在家受尽各种委屈，所以阿强才会频繁外出和其他猫抢地盘。这种竞争行为不仅能让他感到自豪，同时也将在家受到的委屈发泄了出来。得知真相的女主也是哭笑不得，原来一只猫也会因为生活而产生种种压力，也需要一个自我解压的方式。最终她决定不再阻止阿强每天外出。为了给自己找个好人家，这只流浪猫也是费尽了心思，整天睡在店里赖着不走。餐厅老板将它赶出去很多次，可前脚刚把它送出门，下一秒这家伙又跟着顾客后面悄悄再次溜进去。老板对此也是非常无奈，因为这家伙骗吃骗喝也就算了，最重要的是他每次进入店内就开启躺睡模式，并且一睡就是一整天，还偏偏喜欢睡在过道正中间或者大门口。经常有顾客在掀开门帘进门时，差点就一脚把它踩成了肉饼。而橘猫只是若无其事地打了个哈欠。餐厅老板说他叫阿荣，大约3、4个月前开始，餐厅每天开门营业时，这只胖胖的橘猫就会跑进来，然后四仰八叉的往地上一躺开始睡觉，并且它的睡眠质量还非常的好，即便是用餐高峰时期，嘈杂的吵闹声也无法将它从睡梦中吵醒。如果没人打扰，它甚至能从早上一直睡到晚上打烊。顾客们看到这只自来熟的猫咪，也是非常好奇和喜欢它。一般情况下，店里有只猫咪能吸引更多年轻顾客，猫咪也有的吃，总归是件双赢的好事。可老板觉得这流浪猫就是来碰瓷的，因为毕竟自己还要开门做生意，这只猫一直睡在过道和门口也不是个事。于是老板试图叫醒沉睡的猫咪，希望它能换个地方睡觉，可躺在地上的猫咪却始终不肯挪动半步。店员小哥将一碗猫粮放到它面前，可猫咪正眼都不看上一眼，甚至还舒服地打起了呼噜。不服气的小哥又掏出了手机，播放了一首比较嗨的摇滚音乐。可即便是这样，猫咪也只是换了个姿势继续呼呼大睡，仿佛外界的一切都无法阻止他要睡觉的决心。没有办法的老板只得将这尊睡神请到店外。被驱赶出来的阿荣也是一脸蒙圈，睡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到外面了？
怀疑自己刚刚是不是梦游了。原本以为他会就此离去，没想到他又跟着顾客后面悄悄溜了进去，就像回家一样自然熟练。上前迎客的老板看见猫咪后彻底的无奈了，只能再一次将这个厚脸皮的家伙抱出去。阿荣蹲坐在地上几秒后才回过神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扫地出门了，随后满脸不屑朝店里看了一眼，以为这样我就会放弃了。原来阿荣早已经把餐厅的地形打探得一清二楚，前门不让进，那我就走后门。只见他一路悠哉悠哉穿越了几扇铁门后，再次如愿以偿回到了餐厅里面。也不知道这里的地板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魔咒，猫咪还没走几步就直接瘫倒在地，进入了梦乡。就这样一直到了餐厅快打烊，他还沉浸在睡梦中不肯醒来。但令人奇怪的是，平时睡着了谁都叫不醒的猫咪，只要一到每天下午的5点左右，就会准点醒来，然后精神抖擞地朝门外走去。那么他究竟是要去哪里呢？为了查清楚真相，小哥决定跟踪猫咪的脚步一探究竟。一开始猫咪就像普通流浪猫一样四处转圈，还偶遇了一只会功夫的螳螂，然后挥舞着爪子和他比试了一番。不久后，人们发现一只小橘猫出现在画面中，随后2只猫咪就欢快地在大街上打情骂俏。跟在后面拍摄的人们也是一脸八卦，难怪阿荣每天都这么准时离开店里，原来是跑来和小女友约会了。一直到晚上他们还在草地上缠绵，怪不得阿荣白天永远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，原来是晚上身体被掏空了的原因。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餐厅老板仍旧不明白他为什么偏爱在餐厅里睡觉。专家解释说，因为之前老板给他投喂过食物，导致猫咪对店里的环境和人有了信任感，并且他很可能希望得到店老板的收留。这天阿荣和往常一样迈着疲劳的步伐向餐厅走来，但和往日不同的是，这次他带上了自己的小女友一同来到了餐厅。其实老板也早就有了收养这只猫咪的想法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一下子收养了。得知阿荣最近的身体比较虚，老板还特意拿出猫粮给他补补身体，还特意给他俩准备了2个温暖的小窝。从此以后猫咪再也不用睡过道了。有些网友调侃，这只猫真是有800个心眼子，之前可能就跟小女友说好了，你等我几天，马上我就有房子了，然后带你回家住进豪宅。不过据说自从老板收养了这2只猫咪后，店内生意直接开启火爆模式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招财猫。这匹小马刚出生没多久就遭到了同类的围攻，同一族群的10几匹野马一心想要置它于死地，可怜的小马还没来得及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就遭到了如此不公的待遇。那么这匹小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，才会被族群里的野马如此的针对呢？原来这匹小马被马群视为族群的耻辱，因为它出生后1个小时还没能站起来。野马群生活在野外，虽然拥有无限的自由，但它们除了寻找食物和适宜的环境外，也要经常躲避一些天敌的追捕。而这头小马一看就体弱不堪，即便抚养长大也会成为整个族群的累赘，因此马群一致决定要把小马扼杀在摇篮里。可他们完全低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。马妈妈顾不上分娩后的剧痛，直接用身体挡在了小马的身前，勇敢地和整个马群做起了对抗。其中一匹野马不断试探着想要靠近小马，马妈妈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，抬起后腿不停地踢向来犯的野马，绝不给任何机会让他们靠近孩子。马妈妈凭借着灵活的走位将孩子死死护在身下，使得来犯的野马多次尝试都无法突破防线。她在保护小马的同时，还不断鼓励着孩子加油站起来，因为只有他站起来才有活下去的机会。毕竟马妈妈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，她能拖得了一时，也无法真正抵挡住整个马群。此时小马估计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努力的挣扎想要站起，却又无力的瘫倒在地。很快他们母子就被来势汹汹的野马群包围，马妈妈只能不停围着自己的孩子打转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一匹公马突然冲了过来，不顾自身安危挡在了其他野马前面。原来他就是这匹小马的父亲，他不停地发起反击，试图保护老婆孩子。马爸爸的到来给马妈妈缓解了不少压力，或许是看到了自己的父母正在为自己拼命。此时懂事的小马竟颤颤巍巍站起了身子，他也想要为这个家出一份力。可小马摇摇晃晃好几次，差点再次摔倒。好在坚强的小家伙最终还是保持住了战力，他要向自己父母证明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同时也要向想伤害自己的族群证明自己可以站起来。看到小马成功的站起来后，大部分的野马都停止了对小马一家的伤害，唯独这匹野马始终不肯善罢甘休，还在不停寻找着机会想要攻击小马。而护子心切的妈妈此时已经杀疯了，慌乱之中好几次不小心踢中马爸爸，不过马爸爸并没有因此生气，而是不停来回走动，与那匹野马周旋着，将老婆孩子死死地护在自己身后，疯狂地和那匹野马扭打在了一起。马妈妈也终于抽出时间舔舐起小马，欣慰地鼓励起孩子是最勇敢的。就这样，伴随着小马成功站起来后，其他的马群也已经逐渐散开，而那只难缠的野马也被马爸爸赶走。原以为小马一家已经度过危险，可以休息会儿了，但好景不长，马群在观察到小马还无法正常行走时，又再度集结，朝着小马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。这次他们来势汹汹，似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马父母立即打起精神，已经做好殊死反抗的准备。那么这一次小马还能顺利度过难关吗？只见马爸爸不顾危险，拦在所有野马前面，将老婆孩
孩子死死护在身后不肯退让半步。马妈妈一边不停转圈提防着马群的偷袭，一边焦急地推搡着小马前行。此刻她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走起来，从而得到族群的认可。没想到小马在妈妈的推搡下成功走了几步。与此同时，马群在看到小马能正常行走后，他们也终于安静下来，停止了攻击。看来这一次马群是真正接纳了小马，而小马之所以能成功存活下来，不仅仅是靠他自身那顽强的求生意识，更是马父母不抛弃、不放弃的精神。正是因为他们的拼死抵抗和寸步不离的守护，才为小马争取到足够多的时间去证明自己。不得不说，父母的爱实在是太伟大了。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生活中最治愈的一道光，即便在别人眼中有多么的差劲和不堪，但在父母心里，孩子永远是最棒的。为了孩子，他们甚至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，是愿意用一生去珍惜和守护的宝贝。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父母都能健康平安。